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欢迎大家呢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春节期间呢，中国的电影市场就是热的非常烫手的一个动画片儿，叫《哪吒2》像做了火箭一样的连续打破各种票房记录。那现在已经冲进了全球的影史的前10名了。现在已经是动画片类的全球第一了，全球第一了，天花板。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留言，希望我给大家讲一讲这片子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神仙究竟谁是谁，谁和谁又是什么关系哪些是我们道家确实有的真神又有哪些是各种传说里边的希望大家给大家讲个明白不过这个讲明白中国的神仙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开玩笑，我这个比修仙还难。说到这呢，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你看我们在这个哪吒2的电影里边有一个一直没有露面的一个大神，就是元始天尊。我们知道这个元始天尊他被称为道教的三清之一。那么这个三清到底都指的是哪几位神仙？他们又都是什么关系呢？在我们这个道教三清是我们道教最高的尊神他是元始天尊、道德天尊和灵宝天尊。一气化三清呢，就是画的就是上清、玉清、太清，实际上就是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和这个元始天尊就这3位尊神，连玉皇大帝都得听命于这个三清的这个指使。那我们经常参拜的这个太上老君老君爷他指的是三清里边的哪一位呢？我们参拜的这个老君爷实际上就是其中的道德天尊，我们又称为太上老君民间都叫老君爷。那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神话体系里边我们还经常讲到玉皇大帝，对吧？那玉皇大帝和三清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都是道教的神仙，但是他是神界、天界掌管的，就是行政的最高长官。我们经常说这个天庭的管理者。对，天庭的管理者就是他是天界的最高长官。那我们这个人界有这个皇帝人界的皇帝是最高长官。那三清作为道教最高规则的代表，那我们实际上讲的那即便是玉皇大帝，包括天庭的这些神仙们，他们其实也都是要遵循这些大道的规则的。对是这样的。那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聊到了为什么中国的神仙体系这么的纷繁复杂呢？因为我们不仅有道教的传承，实际上还有很多比如说文学作品，还有很多民间的信仰，对吧？对，还有很多在封建王朝时期这个帝王们他们对宗教的干预，比如说这个各种文化之间的横向的交流，比如说这个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反腐的局面。其中呢，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封神榜》，明朝末年的这个小说这个志怪小说这个《封神榜》了，这个影响太大了。当然，您看在《封神榜》里边，他对三清的描述呢，就是你看，依然是这个元始天尊我们用世俗的话来说，就是元始天尊是老大，对。然后呢，有太上老君，对，这2位呢是这个他创造了一个教派叫禅教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道教的实际的宗派里边，有没有禅教和截教这个说法？在真正的这个道教文化里边呢，是没有禅教和截教这一说的。所谓的禅教和截教是《封神演义》，它只是一个演义，一个小说把它这个里边增加了这个什么所谓的禅教、截教、西方教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宗教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个教义的
而且在《封神演义》里边，他还把这个三清里边的灵宝天尊换了一个说法，叫通天教主。通天教主啊，截教的老大嘛，对吧？那实际上通天教主这个叫法，它应该也是小说里边。不，通天教主他在道教神仙里边确实是有的，通天教主确实是有的，但是截教和这个禅教是没有的。这两个教派是小说杜撰出来的，杜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封神榜》里面杜撰的。是这样的。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道教啊，它不是一神宗教，它是多神宗教，它的这个神仙能多达几百位，从最高的三清，这个玉皇大帝，到再往下有这个八仙八仙过海呀，这些都是这个中国道教神仙谱里面的神仙。很多太岁星君呀，是吧？对，28星宿这个斗老星君这个东华帝君玉皇十岁天尊这都是中国的这个神仙谱里，包括这个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实际上是中国道教的人物，叫慈航真人。为什么叫观音菩萨呢？因为这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他为了迎合中国老百姓的大众这种对神的这种崇拜，他把在中国道教里边的慈航真人就奉为了这个佛教里边的观音菩萨，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观音菩萨是没有剃发的，佛教的观音菩萨也是蓄发的。你看，所以说我们说中国的这个神仙体系它复杂，就是现实社会中呢，它是因为宗教的这种融合，对吧？但是等到了文学作品和传说中呢，他就把现实中的这种融合呢，他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呀。所以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慈航真人，他实际上是道教里面的人物，按照这个哪吒电影的情节设定里面，他实际上慈航真人也是这个元始天尊的徒弟，对，是12金仙之一嘛，对吧？对。但是在《封神榜》这个小说里边，后来他就投了西方教，就是佛教的这个前身，然后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这个我们更熟悉的这个观音菩萨这样的一个。实际上过去的他这个徒弟里边还不止慈航真人呢，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普贤、文殊、广成子，对，也都是道教中的，后来也都在佛教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更造成了这种整个中国神仙体系的这种，尤其是这个普通的观众和老百姓就交缠不清楚。哪吒这个人呢，他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问题少年，或者叛逆少年，从小就这个打架惹祸，甚至把这个龙王三太子扒皮抽筋把这个三太子就给杀害了。而且呢，他玩他这个陈塘关李靖，他是他的父亲，有一个这个弓箭他这个玩他的弓箭一下子射出去，没想到把另外一个孩子也给射杀了，所以他闯了很多祸后来呢，因为死又是用这个莲花这个又把他给救活这个后面的故事呢，现在还没有上演，当然那可能是哪吒3的这个故事了。就是从这个电影上我们看出，就是他这个小说里边杜撰的这个哪吒并不是道教里边的神仙，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几百年的传承有的说现在还有几个说法，它有这个哪吒庙的有2个地方，一个呢是在河南南阳宛平区有一个哪吒庙就是那还有一个遗址哪吒的这样的一个庙宇对，有一个庙，现实里边就有一个庙，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遗址叫陈塘关。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在天津的海边，因为哪吒闹海嘛，要离海要近所以那个地方呢，据说也有一个叫陈塘关的地方。这个最近很多地方都在争
哪吒是我们这儿的。对对对对对，什么一出名就要争。这个您说的这个新闻我也看了，这个天津的这个网友们都还在嘲笑这个南阳的，说你们呢去哪闹海呀？你们没有啊，怎么能住在海边呀？对，那实际上呢，这都是杜撰的小说里边的一些这个神仙。正儿八经的这个道教的神仙体系和《封神榜》这种神话小说的区别，其中呢还有一个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刚才李老师你也讲了，在道教里边，其实三清已经是我们的最高神了，对吧？但是在很多我们的这个民间传说里面，我们都还认为三清也得是有师傅的，啊，其中就提到了，比如说这个红军祖师，红军老祖，红军老祖，浑坤道人是吧？有女娲、路亚道人，但是要这些人物的设定，它是不是在我们道教的传承里边也是没有的呢？也是后来这个文学作品给它这个演绎出来的。像这些都没有办法考证了。中国的这个神仙谱里边很多都是有现实人物啊，这个成为了后来就把它奉为了神仙。你比如说财神爷、五财神啊，是这个关羽，啊，我们后来就奉成了五财神。那你这个观音菩萨都有原身呐，他老家是平顶山的，还有这个那个玉皇大帝，也都是真有其人的。他老家是濮阳的，啊，也就是说很多神仙都是历史上是有这个人物的，但是呢，有些这个神仙是无法考证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清，三清的由来实际上就是道的化身，一气化三清，化成了这个元始天尊、道德天尊和这个灵宝天尊。那这个一气是怎么来的？就是混沌之气，就是宇宙爆发的那个状态。什么叫一气化三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讲一气化三清，那实际上三清就已经是我们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神仙体系的话，那在道家里面，三清就已经是我们的最高神了，对吧？对啊。至于这个女娲补天呐，还有这个盘古开天地呀。这我想都是民间啊，他所慢慢演绎出来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道教里面的神仙很多，实际上我们要分清这个道家和道教是两个概念。那道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有中华文明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道家了。那也就是说，从这个三皇五帝、伏羲画卦时候就已经是道家了。道家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就是文化的传承，可能一直要到这个诸子百家的时候，对吧？对，老子的时候，对，算是把这个道家的学说给它成型了、固定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叫黄老学说。黄老学说，所谓的黄老学说就是黄帝和老子的这个学说，称为黄老学说。那过去道家都是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说，实际上老子他也是这个三清里边的太上老君在人间的化身嘛。对，是这样的。那道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道教是从东汉末年，张道陵成立了五斗米道，才正式成立了道教。因为他的这个信奉他的人很多，啊，势力也很大，当时的政府可能有点恐惧啊，就把它收编，然后就政府啊，当时的这个朝廷啊，就把它这个划归为道教，由此道教才产生。所以呢，我们就把张道陵称为教主，道教的教主，而奉老子为道祖。啊，就道德天尊嘛，我们奉老子为道祖，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道家的学说传承了这么多年以后，对，它最终形成了一个宗教的形式。对对对，啊，对。那我想，可能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的发展、融合、交融的过程中，才造成了这中间还掺杂着不同的民族，是吧？对。这个不同的传说，对对，民间的演绎。对，还慢慢的可能有一些文人参与进来进行的一些文化创作，
所以才导致的这种中国的这种神仙体系呈神仙体系现了一种非常大融庞大合的状态呀，是吧？非常庞大一个神仙体系。对对对，它和这个一神宗教的这个基督教啊和这个伊斯兰教啊是不一样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它只是一神宗教，只能信奉这一个神，这叫一神宗教。而多神宗教就是佛教、道教，但是佛教、道教相对来说呢，它的包容性也比较强一些。就像您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封神演义》《封神榜》这本书，他去演绎这个太乙真人这个形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借鉴了我们道家里边的这个，刚才您讲叫太乙救苦天尊，是吧？对对。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文学创作嘛，它一定会有所改变的嘛，对吧？对。在这个哪吒二这个电影里边很有意思，太乙真人的坐骑是一头猪。实际上在道家里边，我查了一下资料，他这个太乙救苦天尊呢，他骑的是一个9头狮子。啊，所以这种变化也有很多。还有道长，刚才你也提到了，你看这个观音大士，他甚至从性别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对对对，是这样的。那还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话题，我们讲这个电影还是电影二这个哪吒二的这个电影里边啊，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反派啊。那实际上道长在道家的这个神仙体系里边，实际上我知道福禄寿三星这样的神仙是有的，有的，在道家里边是有的，道教里边也是有的。福禄寿三星，所谓的福呢，就是天官，天官星君，天官赐福。那么禄呢，是文昌子同帝君，他这个也是代表了俸禄学习官位。那寿星呢是南极仙翁，就是南极长寿仙翁，在哪吒这个二里边是有体现的，它代表了长寿，也称为寿星、老寿星。所以吧，你看这个老寿星，他在中国的这个神仙体系，包括这个民间的口碑里面，他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象征啊，长寿嘛，对吧？福禄寿，你看我们中国，我觉得算是最接地气的神仙了。没想到在哪吒二里边成反派人物了。对，他然后所以说大家就感觉这个甚至就在想，哇，是不是搞错了啊？是不是这是不是他只是长得像我们的老寿星，但实际上他这个还是完全借鉴的，还是一种这个艺术加工。对这个电影的这个演绎。那在中国道教传说里面，他一定是正派的人物，但是他为了这个剧情这个增加了这个反派这种人物。那也许他想阐述的是什么呢？每个人呢，他都有这个正反两面的这种思维，他一念可以成佛，一念可以成魔。对，我觉得道长您的这个理解也是这样的。对，所以他这个电影拍的确实非常好，也很有哲理，值得大家去一看。说到这，电影里边也是意外的火了一个配角这个本来这个哪吒是妥妥的这个还有敖丙是吧，妥妥的主角的，结果这一次申公豹这个人物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可能从反面人物一下子变成了正面人物，一下子变成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了。那大家在关心就是说申公豹这个人，他后来《封神榜》他也进了还被分为这个叫什么东海分水将军。那在道教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没有，道教里面没有申公豹这个人，道教神仙里面是没有。这又是《封神演义》封神演义书去演绎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对，可能真的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尤其是我们的本土宗教道教，是吧？它流传的时间太长了，就像道长您讲的，从三皇五帝开始，到老子给它形成一个学说。到张道陵给它形成一个教派，从东汉到现在呢，又经过了这么多年，对吧？这个历朝的统治者呢，他有很多他去干预和利用宗教，对，再加上这个老百姓呢，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朴素的信仰那我觉得你看，在这个哪吒二里面，还有很多凡人，那李靖他不就一开始就是凡人吗？对，后来给他安排什么肉身成圣是吧？他成了神仙了。那实际上是不是在中国的神仙体系里面还有一支力量，就是老百姓也会人为的去创造一些神出来的？
对，老百姓是会创造人出来的。你包括现在这个民间呢，老百姓啊，把这个前2天看了一个这个报道，说把这个袁隆平给塑造成这个神农帝君。神农帝君，把袁隆平塑造成啊，对，把他塑造成神农帝君供奉起来了。那这个意思呢，就是他老百姓可能觉得这个神农氏呢，因为这个人民这个尝百草啊，能治疗很多疾病啊，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那现在的袁隆平呢，因为他创造了他水稻之父。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吃饭的问题，所以就把他奉为这个神农帝君供放起来了。这就是老百姓的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这种爱与憎吧，一种感情的寄托哈，就慢慢的就把它神化了。对，是这样的。哦，那您说的这个袁隆平，如果真的被大家供奉成这神农帝君，我觉得那如果说这个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几十年、几百年，那慢慢的他可能也就纳入到这样一个神话体系里面。对。那包括马祖也是啊，马祖他是这个被这个沿海地区奉为这个海上的这个平安之神，出去打鱼。马祖原来就是丈夫出去打鱼的时候遇难了，天天站在这个海边期盼丈夫的归来。后来呢，人们就把它给奉为马祖，就是海上这个遇险能够使其平安的一种神。我知道，他这个在福建那一带，特别的盛行，就是特别盛行这样的一个信仰哈。对。说到这个普通人物的被神格化的，还有你像您刚才讲到马祖，我就特别熟悉，因为我的老家它和这个福建那一带，它有这个过去移民的往来嘛。客家人。对，客家人，我们老家就有一个，当时是一个大将军，就是陈元光。他现在在福建，在漳州那一带，他其实当时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移民，因为福建当时那个因为瘟疫死了很多人，政府就把内地的人往那边迁嘛。当时就是陈元光将军带了很多我们这边的人，然后到福建漳州那边去，后来人口又逐渐的增加起来，慢慢的就给他奉为这个开漳圣王。慢慢的给他也就神格化了，这样对吧？我还记得这个觉得这个，您看那个我们新中国刚刚建国不久的时间，这个家家户户还都供奉有这个领袖的像对供奉领袖也是像神台一样点着蜡烛烧着香是吧？现在还有啊，现在有的农村那个道观庙宇里边供奉的还有领袖的神像。对，所以为什么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话题呢？为什么想理清中国的神仙体系呢？你就必须把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它的成因给它搞清楚。对，因为中国的这个神仙谱非常的庞大，它的结构也很复杂的一种神仙体系，所以呢，它的这个神系分明，是各司其职的。哪吒2呢，从里边呢，我们可以作为一部融合了道教神话元素的一个电影。涉及众多的道教的大神，为了帮助更好能够理解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就对一些关键的这个道教大神的关系进行梳理，帮助各位呢了解道教大神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不仅是有助于各位理解电影的情节，也能窥见到道教宇宙观的这种博大精深。好，今天就到这里。福生无量，天尊。